大家好，我是徐佳，欢迎来到汇活智库。最近天气转凉，很多人习惯喝黑糖水来暖身，尤其相信颜色越深的黑糖越滋补。市面上那些乌黑发亮的古法黑糖也因此价格不菲。但今天要郑重提醒大家，这很可能是一个消费与健康的双重陷阱。那些颜色异常深黑的产品，很可能并非由甘蔗熬制，而是用廉价白糖或糖渣添加大量焦糖色素等化学色素染出来的。这样的黑糖不仅毫无营养价值，无法实现补血暖身的期望，长期食用更可能带来不必要的健康风险。真正的黑糖应是甘蔗汁精纯物理方法熬煮而成，色泽自然呈棕红或深褐色，而非均匀的漆黑色。希望大家选购时能理性判断，不再为虚假的颜色买单。今天我们就来彻底揭开这个甜蜜陷阱，这关系到每一位注重健康的朋友的切身利益。在开始今天的深度分享之前，如果您是第一次来到汇活智库，或者还没订阅我们频道的朋友，恳请您动动手指，点一下订阅，再把旁边的小铃铛给打开，这样徐佳每一期为大家准备的生活避坑指南、健康饮食的实用干货就不会悄悄溜走，错过了。您每一个小小的支持，都是徐佳坚持为大家探寻真相、分享实用知识的最大动力。咱们首先得来把黑糖的老底给摸清楚，弄明白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好的黑糖，它为什么卖得贵，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假的冒出来。在咱们这儿，大家说的黑糖其实就是红糖的一种，可以理解成是红糖的升级版，熬煮的时间要比红糖更长，所以颜色也更深，这才得了黑糖这个名字。真正古法做出来的黑糖，它的出身非常纯粹，原料有且只有一样，那就是地里长出来的甘蔗榨出来的汁。它的制作过程那可是相当的耗时费力，全靠经验和耐心。首先得把新鲜收割的甘蔗压榨出汁，这些清清的甘蔗汁会被倒进一口口大锅里，用的往往是传统的柴火灶，用文火慢慢的熬。这个过程里，水分一点一点被蒸发掉，甘蔗汁也从一开始的清淡慢慢变得浓稠，颜色就像落日一样，从浅黄变成金黄，再变成红褐色，最后才能沉淀为我们看到的深褐色，近乎黑色。这整个过程中，必须有经验老道的师傅守在锅边，不停地搅拌，防止它粘锅烧糊，一直要熬到糖浆的浓度达到顶峰，熄火冷却后，它会自然凝结成块，最后再根据需要进行粉碎或者切割。正因为它是直接从甘蔗汁浓缩结晶而来，没有经过现代制糖那种反复提纯、脱色的高度精炼过程，所以甘蔗里面天然带着的好东西，比如钙、铁、镁、钾这些矿物质，还有一些维生素，就都被最大程度地保留在了最终的糖里面。这才是我们说黑糖有点营养，能补充点微量元素的科学依据。这种真正的古法黑糖，你打开袋子闻一下，会有一股特别浓郁、特别自然的甘蔗清香，甚至还混合着一丝丝类似焦糖的暖暖的炭烧气息，吃起来口感是沙沙的，甜味很醇厚，不会齁嗓子，回味起来还有淡淡的甘蔗香。但是这么传统的方法，成本实在是太高了，一方面是人力成本，一锅糖要熬上好几个钟头，离不开人；另一方面是原料出糖率低，一大堆甘蔗汁，最后才能得到那么一点糖。在追求效率、规模的现代工业化生产面前，这种慢工出细活的笨办法确实不怎么赚钱。于是，一些聪明的商家，或者说是一些昧了良心的厂家，就琢磨出了一种高科技办法，叫做还原黑糖，也就是徐佳前面说的那种假黑糖。那这种糖是怎么变出来的呢？它的原料根本不是新鲜的甘蔗汁，而是糖厂里最便宜、最普通的白砂糖，或者叫二等砂糖。我们都知道，白砂糖是经过彻底精炼的，里面的所有杂质、矿物质、颜色全都被去除得干干净净，剩下的就是几乎纯粹的蔗糖结晶，除了热量没啥别的。商家把这些白砂糖或者二砂重新倒回机器里，加热融化，变成糖浆。这时候的糖浆是透明或者微微发黄的，离黑糖那个颜色差了10万8千里，怎么让它瞬间变深呢？关键的角色这就登场了，那就是焦糖色素。厂家会往这些白糖糖浆里倒入大量的液态焦糖色素，为了让颜色和味道更像那么回事，通常还会加入一些黑糖香精，以及一种叫做糖蜜的东西。这个糖蜜其实是正经制糖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副产品废料，颜色很深，带点特殊风味，但本身口感是发苦的。这么一调配，一染色，原本清清白白的白糖浆，立刻就能变成看起来非常深褐，甚至乌黑油亮的黑糖了。这种生产方式速度飞快，
成本极低，而且做出来的成品颜色可以控制得非常均匀，非常漂亮，想要多黑就能做到多黑。这也就是为什么咱们在超市里有时候会看到一些黑糖，颜色黑得特别一致，黑的甚至能反光，看起来好像品相特别好的原因。但是这种还原黑糖，它的骨子里就是白糖加了色素和香精。您喝这种糖泡的水和直接喝白糖水，在营养获取上几乎没有区别，除了让您的血糖快速升高，摄入一堆空热量之外，您期望补充的那些铁、钙等矿物质含量微乎其微。这对于那些真心指望喝点黑糖水来缓解生理期不适，或者产后想调养身体的女性朋友来说，不仅没有帮助，反而是一种欺骗，耽误了真正的调理。更严重的问题在于，这种假黑糖不仅仅是没有营养那么简单，它还可能埋下健康安全隐患。这个问题的核心就出在那个让它变黑的魔法师——工业焦糖色素身上。大家可千万别把工业焦糖色素想象成咱们自己在家炒菜时用油和白糖炒出来的那种糖色。自家炒糖色原料就是糖和油，虽然高温下也可能产生一些变化，但毕竟量小，过程可控。而工业生产中大规模使用的焦糖色素，特别是为了达到颜色深、稳定性好、成本低的目的，很多采用的是亚硫酸铵法来制造。在这种化学加工过程中，如果生产工艺控制不严格、不规范，就非常容易产生一种令人讨厌的副产品，它的名字叫做四甲基咪唑。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化学名词，它很关键。这个四甲基咪唑被世界卫生组织旗下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归类为2B 类致癌物。这个分类的意思是说，它对人类有可能致癌。当然啦，我们常说脱离剂量谈毒性是不科学的。目前各国的食品添加剂标准里，对它在焦糖色素中的含量也确实是有限量规定的。但是我们反过来想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花比普通白糖贵上好几倍的钱去买一包本质上就是白糖，不仅没有任何额外养生价值，反而还可能吃进去一点这种可能有害的化学残留物的染色糖呢？这钱花得冤不冤？特别是咱们的父母长辈，身体的新陈代谢速度本来就慢了，肝脏的解毒负担也在加重，长期不知不觉地摄入这种化学添加物，无疑是在给身体增加不必要的负担。而且为了平衡焦糖色素和糖蜜带来的苦涩味道，商家往往会在里面加入更多的糖，导致这种假黑糖吃起来可能比真黑糖还要甜，热量更是高得吓人。说到这，我相信很多朋友心里已经开始打鼓了，忍不住想，徐佳，听你这么一说，我心里直发毛。我家厨房里就放着一包黑糖呢，都快吃完了，我怎么才能知道它到底是不是你说的这种害人的染色糖啊？有没有什么简单靠谱的办法，能让我一眼就看穿它？别着急，徐佳今天既然来跟大家聊这个事儿，那肯定是带着法宝来的。我专门请教了一位在制糖行业里干了快30年的老师傅，他悄悄告诉了我几个行业内部人心里清楚，但一般不会对外明说的鉴别方法，咱们一个一个来学。最核心、最准确，也最没法造假的一招，就是学会看包装袋背面那一行常常被我们忽略的小字，成分表或者配料表。请大家现在如果可以的话，就去厨房把家里那包黑糖找出来，或者下次您再去超市挑选的时候，千万别只看正面那个大大的花里胡哨的黑糖商标，一定要记得把包装袋翻过来，仔细看背面。根据咱们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所有食品的配料都必须如实标注，而且顺序很有讲究，是按照含量从高到低排列的。如果您买到的是真正的值得咱们花钱的古法黑糖，它的成分表会非常干净，通常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蔗糖，或者写甘蔗汁。也有些诚实的厂家会直接写原料甘蔗或者100%纯黑糖，这样的糖意味着它没有经过额外的添加和勾兑，就是甘蔗汁浓缩的结晶。但是如果您翻过来看到的成分表里写着诸如蔗糖、糖蜜、焦糖色素，或者更直白的白砂糖、食用色素、黑糖香料、调味剂等等，那么请您毫不犹豫立刻把它放回货架，或者如果您已经买了，就考虑别再用来泡水喝了，这100%就是那种用白糖回炉、染色、加香精调配出来的还原黑糖。尤其是当您看到焦糖色素这4个字的时候，那几乎就是假货的身份证和自白书了。任凭它在包装正面怎么吹嘘古法、特级养生，只要成分表里出现了色素，那它所有的宣传都成了空中楼阁。
有些比较狡猾的商家会把还原黑糖这几个字用非常小的字体印在某个角落，或者改头换面叫调理黑糖、风味黑糖。大家一定要多留个心眼，看准那行成分表。除了这个看字的印方法，徐家再教大家2招不用识字，靠咱们自己的眼睛和鼻子就能判断的感官鉴别法，这可是实实在在的经验之谈。第1招叫做看光泽和看质地。您可以仔细观察一下黑糖的样貌，真正的古法黑糖，因为它保留了甘蔗汁里丰富的矿物质和杂质，它的结晶结构是不那么规则的，看起来甚至有点粗糙、土气。如果是粉状的，它看起来是干燥的、蓬松的，有时候因为湿度原因会自然结成一团一团，用手一搓又容易散开。如果是块状的，它的断裂面往往不是光滑如镜的，而是能看到一些细微的小气孔，感觉这块糖是活的，会呼吸。最关键的一点，真黑糖的表面通常是哑光的，也就是不反光，有一种古朴温润的质感，一点也不张扬。反过来，如果是用色素染出来的假黑糖，因为它的基底是纯度很高的白砂糖晶体，颗粒形状往往很规则。您仔细看，那些假黑糖的颗粒，一颗一颗的，很像染了色的小冰糖，棱角分明，大小都差不多。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是，它的表面经常是亮晶晶的，在灯光或自然光下会反射出明显的光泽，看起来特别漂亮，特别诱人。大家要记住一个反常识的窍门，在挑黑糖的时候，越是那种外表光鲜亮丽、黑的发乌、透着一种贼光的，您越要警惕，它很可能就是色素染的。真正的宝贝往往其貌不扬，就像咱们做人，踏实稳重的往往更可靠。第2招叫做闻味道。当您打开包装袋的那一刹那，真假黑糖的气息是截然不同的。真正的古法黑糖，那股香味是复合的，有层次的，是一股扑面而来的非常浓郁的自然甘蔗清香，中间还夹杂着一点点类似咖啡或者太妃糖那种暖暖的焦香味，闻起来很舒服，很自然，仿佛能闻到阳光和土地的味道。而假黑糖呢，它的味道就比较单薄，或者比较冲，有的是一股直愣愣的死板的甜味，有的是一股明显的刺鼻的焦苦味，那就是工业焦糖色素的味道。还有的能闻到类似廉价水果糖那种明显的人工香精气息。如果您放一点到嘴里尝，真黑糖融化后，甜味是醇厚的，会有回甘，口感沙沙的。假黑糖呢，就是一下子甜到齁，甜得很平面，没有回味，融化后就跟喝糖水没两样。还有一种特别直观，在家就能做的小实验，叫水试法。您找一个透明的玻璃杯，倒上大半杯温水，然后拿一块您要检验的黑糖，最好是块状的，轻轻放进去，先不要搅拌。如果是真正的黑糖，它会比较缓慢的溶解，您能看到红褐色的糖汁像丝一样，慢慢的一圈一圈的从糖块周围晕染开来，杯底可能还会留下一点点非常细微的深色的沉淀物，那是甘蔗里天然的矿物质和纤维，是正常的。但如果是色素染的假黑糖，您会看到糖块一进水，表面的黑色素会迅速脱落溶解，整杯水可能很快就变成均匀的深色，而糖块本身颜色会变浅，甚至如果您用的糖块比较大，泡到最后可能会发现里面藏着一个白色的糖心，这就叫白糖穿黑衣，真相一目了然，想狡辩都没用。说到这里，可能又有朋友要问了，徐家，那照你这么说，是不是只要我买到了真黑糖，就可以放心大胆的把它当补品，每天喝上一大杯，好好补一补了呢？这正是徐家接下来要特别跟大家强调的一个健康观念上的误区，咱们得把这事儿摆正了。即便是100%纯正的古法黑糖，它里面确实含有铁、钙这些矿物质，比纯粹的白砂糖在营养构成上要好那么一些，但是咱们千万不能神化它的功效。黑糖它归根结底还是一种糖，它的主要成分依然是蔗糖，热量是非常高的。对于咱们很多女性朋友关心的补铁问题，靠喝黑糖水来实现，效率实在是太低了。您可能需要喝下去几大桶黑糖水，随之摄入的热量足以让您体重增加不少，才能获得相当于吃一小块瘦肉所能提供的铁元素。所以黑糖更合适的定位是一种增添风味的天然调味品，或者是在感觉特别寒冷、身体特别疲劳的时候，作为一种温和的，能给心理和身体带来暖意的慰藉。它绝对不能代替正经的饭菜，更不能当作有治疗效果的保健品来长期大量的吃，尤其是对于咱们很多55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这个群体里血糖偏高，面临糖尿病风险
或者已经有肥胖问题的人不在少数。对于这部分家人，徐家的建议非常明确，不管是真黑糖还是假黑糖，原则上都应该严格控制，能不吃就不吃，能少吃就少吃，因为过量的糖分摄入会加速我们身体的氧化和老化过程，增加心血管的负担，对健康弊大于利。如果您实在喜欢那个味道，比如煮姜茶非要加点糖来平衡姜的辛辣，那么请您务必用徐家刚才教的方法去挑选真正的成分纯粹的古法黑糖。既然咱们决定要摄入这份糖分了，那至少要让这份热量花得值，吃到点真东西，别把宝贵的糖分额度浪费在了一堆化学色素和精致白糖上，那才叫冤枉。另外，关于黑糖，市面上还有另一种致癌的说法，徐家觉得也有必要客观地提一下。前几年有新闻报道说检测出黑糖里含有丙烯酰胺，这也是一种可能致癌的物质。这个事儿呢，需要分清楚。黑糖在长时间高温熬煮的过程中，里面的氨基酸和糖会发生一种叫做美拉德反应的化学变化，这个反应确实会自然产生微量的丙烯酰胺，这和我们前面说的人为添加的工业焦糖色素里可能带有的4甲基咪唑是两码事，来源不同。对于这种在传统烹饪过程中自然产生的含量极微的丙烯酰胺，只要我们不是把它当饭吃，在正常食用的范围内，目前认为风险是可控的。我们真正需要警惕和避免的是那些为了以次充好、美化外观而人为添加的不必要的工业色素、香精和防腐剂。我们不能因为怕噎着就不吃饭，但也绝对不能稀里糊涂，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最后啊，徐家特别想跟所有负责一家人一日三餐、掌管厨房大权的家庭健康守护神，尤其是各位阿姨妈妈们，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咱们现在去超市买东西，真的不能光看广告，打得响不响，包装设计的美不美，名字起的玄不玄。商家为了把东西卖出去，卖上价，会把包装做得漂漂亮亮，甚至把假货做得比真货看起来还像样，还高级，用各种听起来很厉害的词汇来迷惑咱们。但是咱们手里有2样最厉害的武器，一样是咱们愿意花时间去观察的眼睛，另一样就是咱们愿意去学习、去了解的头脑。每次买东西的时候，多花那么1分钟，耐下性子，把商品翻过来，找到那一行小小的成分表，仔细读一读。这个简单的动作，就是在为您最爱的人的健康，牢牢地把守住最重要的一道关卡。黑糖啊，它虽然不是什么山珍海味，但也是咱们平凡日子里的一抹温暖的甜，是寒夜里的一份贴心的陪伴。咱们得学会聪明地挑选它，更要懂得恰当地享用它，别让这一份原本美好的甜蜜悄悄变成了健康的负担和隐患。好了，咱们来把今天所有重要的信息梳理总结一下。为了帮大家彻底避开假黑糖的坑，请务必记住下面这几点。第一，破除迷信，颜色并非越黑越好，天然黑糖时为棕褐或深褐色，表面哑光。第二，细看配料，配料表中若出现焦糖色素、黑糖香精、食用色素等字样，即为染色糖，请勿购买。第三，认准原料，配料表第一位必须是甘蔗或蔗糖，若写白砂糖，则非纯正黑糖。第四，观察外观，优选质地粗糙、颜色深浅不均的产品，警惕颜色均匀、颗粒整齐、表面有反光者。第五，健康认知，黑糖本质是糖，应适量食用，需控制血糖者尤需谨慎。这一期关于超市里真假黑糖的深度解析，徐家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您觉得今天聊的这些内容对您有帮助，或者您现在就已经忍不住想去厨房检查一下自家那包黑糖的身份了，非常欢迎您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留言，跟徐家分享一下您的发现和感受。如果您检查之后发现家里还在喝那种成分表里明确写着焦糖色素的假黑糖，请一定为了健康下决心换掉它，或者干脆拿来炖红烧肉当普通调味料用掉，别再天天泡水喝了。也请您动动手指，把这个视频分享给您的闺蜜、女儿、儿媳，特别是那些一到天冷就手脚冰凉，总爱煮黑糖水喝的女性朋友们，也许您这一次简单的转发，就能帮助她们识破一个甜蜜的陷阱，守护住一份实实在在的健康。我是徐佳，关注慧活智库，让我们用知识和智慧，把每一天的生活都过得明明白白、健健康康。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